好，我们再画一朵荷花。这朵荷花我们画靠下一点啊，纸的下方一点。然后它这个还是画一朵残荷，瓣子掉的比较多的。先要把这个位置定出来，就是它的莲蓬的位置。这样定一下，你画起来就要简单一点。定一下我们的花瓣，所有的花瓣走哪出。好，先还是调焦，刮干一点把笔啊，调一个很淡的胭脂。其实这个胭脂色你也可以不调，你如果想把花画白一点，就不调这个胭脂。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底色会好看一点。好，笔尖调这个稍微深一点的胭脂色。反过来画啊，我们要从下面往上画。
它掉的只剩一片大的了。换支小一点的笔。调焦。调完焦，把笔要舔干啊，我们再来蘸颜色。颜色也是先不要调太浓啊，先调很淡。我们画之前还可以用纸稍稍的压一下，因为这个花瓣不多，而且我们画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应该还没干的太好，轻轻的压一下，让它吸一下水。水分太大花就是纸的水分太大，我们画这个第二遍颜色是不好画的，但是没有水分也是不行的，一点水分也没有也是不行的。简单的把它理一下。这个处理不一定要多啊，一定要把处理的精彩一点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啊，一定要把它画的舒服一点。还有就是我们这种画法，我现在所有的画的这些都不是勾线，一定要记住，它不是勾线。这种线它是有变化的，从轻到重。我们来一半吧，这一半看得清楚一点的地方来一半。你起笔轻，中间重，收笔又很轻，它是这种有节奏的线条。就跟我们整幅画面也要有节奏，是一个道理的。你不能只是单纯的去勾几根线出来啊！现在外面有很多临摹这种荷花的，有的也是我的学生啊，很多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，但是他们学了过后啊，他们在自己发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一点忘了。它不是单纯的是把这个形给它勾出来，它是利用这种线条的变化来画它的阴影，画它这个花瓣的皱褶，画它的转折。其实我们是在表现这些东西，不是单纯的勾一根线，然后把它的形给它画出来。我现在都画得很淡啊，慢慢画，而且要有流畅性啊，要有一定的。因为这个瓣子不多，所以说我们后面的瓣也稍微处理一下。稍稍的处理一下啊，也不
不是说全部都要画。对，说的话构成关系我忘了，我们这个上面应该还有一个瓣啊，把这一点画完。我们上面有一片花瓣是掉落下来的啊，从上面往下掉落下来的这种感觉。
这个花瓣要画一朵，我们把这朵花处理完，然后再来加那一瓣。
稍稍的压一下。其实我们就要2瓣花瓣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画大了一点，但是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改一下。有一点点变化就可以了啊，趋势把它掌握好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画莲蓬，还是先调一个绿色，藤黄、花青、山绿、胭脂，加一点墨，这个颜色随意调。不用把颜色调得太匀啊，特别是加的这个墨和胭脂色，不要把它调得太匀。现在用笔调胭脂加墨，这个就是勾莲子。我们还是先用点一下啊，先用这个太白加藤黄点一下，一点点太白，一点点刚才调的这个绿色都可以。我点的这个距离太大了，我感觉啊，还是要勾小一点。一会儿重新点，这个点的颜色很淡的，其实是看不出来的。可能我们里面就还要再处理其他的，待会儿还会加一点颜色啊这些。勾一下，里面有一些凹进去的、凸出来的，用线条把它代表出来。但前提都是一定要趁湿的时候画啊，然后抻插一下它周围的这种皱褶。还包括下面的，
为什么一定要把处理的稍微深一点啊？为什么要处理的深一点呢？是因为待会儿我们这个花蕊要用其他的颜色来底啊，我再补充一点这个白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要处理的深一点、复杂一点，待会儿其他的颜色点出来才会好看。好，点花蕊，之前的花蕊就是用太白点的，是吧？太白，然后加了藤黄啊来勾线。今天这朵花蕊我们用金色来点，就用这个金，这个是金粉啊，这个网上都能买到的。跟点这个太白是一样的啊，还是笔尖调这个颜色，笔尖直接蘸这个颜色就行了。要点出一定的厚度，你这个笔尖的颜色就一定要蘸多一点。因为我们点上去每一个它是要有厚度的感觉，要让它才会好看。这个金不像太白这么好点啊，太白因为它点颜色一多就有一定厚度，这个金有时候颜色多了它都不一定有厚度。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金色来点啊？说下道理。因为在这个莲蓬的花蕊，本来这个就是快谢了的花，然后它花就会越变越干，这个花蕊啊，它就会越变越干，颜色会越变越深，到最后它这个颜色就完全是这种咖啡色，就是棕色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，可以用金色来点。但刚开的花，你如果要用金色点出来，我觉得是不好看的。但这个花就可以，因为这个是快谢了的花。在这个下面，它还有一个底色，待会儿我们还会再画一个底色，有这个金色在这儿搭配，那个底色会很好看的。这个点慢一点啊，争取把每一点都点好。而且金有一个什么好处，就是就算你点到白的地方，它都能看得很清楚。然后把这个金调一下，勾线一定要调啊，点的时候不要调。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勾它的线。
好，花蕊就点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画干。画干我们还是调一个颜色来画啊，这一张要调个颜色来画。绿色，加墨加胭脂，可以加一点这个咖啡色啊，不要调太匀啊，因为这张的干不多啊，只有一点。这个点也要点上啊，这个形修一下这儿。这个在我们画底色的时候还要修这个形的啊，这一笔它这儿多了一点，因为水分比较多，我没去停水就开始在画，它水分稍微多了一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这一幅这个干这一点只有一点点，待会儿还要裁圆，裁了圆过后这一点都估计只能看见很少的一部分，然后还要再画底啊，还要再画底，所以说它应该是看不了多少的啊，这个干看不了多少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等它干，等它干了过后，然后把它裁成圆形，然后中间我们要加一条黑色的这个背景啊，要把就是相当于把中间这个花的这一部分全部染黑。就是有一点那种装饰性的那种感觉。